猴哥趁着主人不在，从游客手里抢过来一只魔鬼椒。没读过书的猴子以为这是青苹果，可没想到一口下去，直接让猴哥蒙圈了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一阵酸爽直冲猴哥的天灵盖。第一次尝到辣椒的猴子也搞不清这是什么情况，只觉得浑身上下一阵燥热，仿佛有蚂蚁在爬一样。强烈的瘙痒让猴哥不断的抓耳挠腮，可他怎么都不会想到这一切的根源是手中的苹果导致。虽然苹果的味道不对劲儿，但不信邪的猴哥还是决定再来一口试试。刚准备下嘴，那种上头的感觉再次席卷而来。此时的猴哥就像被火烧了一样，他始终没弄明白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可此刻他除了来回抓痒，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缓解这种症状。即便是这样，倔强的猴哥还是紧握住辣椒不肯松手。很快他就顺利将辣椒涂满了全身，火辣辣的感觉把猴哥憋得满脸通红。面红耳赤的猴子硬是被一颗辣椒整成了表情包。此时他感觉陷入了一个无尽的循环，越抓越痒，越痒越抓。这时主人赶了回来，看见自家猴子抓耳挠腮的模样，主人也是忍不住笑了出来。不过玩笑归玩笑，主人回家的第一时间就是带猴哥来洗澡。看见沐浴露的猴子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随后主人将水龙头打开，机灵的猴哥马上用清水开始揉搓着小手。话说这洗手的模样和人类也太像了吧。洗完手之后，猴哥很自觉地坐进了浴池，开始给自己搓澡。这熟练的程度一看就和老师傅学了很久，洗澡的动作简直和人类一样。而主人则是在一旁当起了指导老师。可洗着洗着，猴哥突然停了下来，然后一脸无奈地看着主人。男主抬起猴哥的下巴，询问他怎么停下了，难道是水温不够吗？见对方默不作声，于是主人只好亲自帮他洗澡。原来这只卷尾猴叫奥斯卡，它是主人几年前从野外捡回来的。由于从小被人类养大，奥斯卡已经把男主当成了爸爸，主人几乎每天晚上都会给他洗澡，而奥斯卡也是非常配合，任由主人帮他搓洗后背。在男主的帮助下，奥斯卡终于洗掉了身上的辣椒。担心主人没洗干净，奥斯卡又给自己全身上下搓了一遍。清洗完毕后，他会主动跳到毛巾旁，然后让主人帮他擦干身体。为了奖励奥斯卡，于是主人为他准备了一根香蕉，这是他最喜欢的食物之一。去掉香蕉皮后，奥斯卡大口的吃起来。他发誓以后再也不吃青苹果了。随后男主带他出来买咖啡，这时懂事的奥斯卡会主动上前和店员打招呼，只要是男主喜欢吃的，他总要上前品尝一下。不过乱吃东西也不是一件好事，希望他下次不要乱抢别人的东西了。一对小情侣突然在大街上大打出手，双方四目相对，用喵语在进行短暂的谈判。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彼此相爱相杀呢？在此之前，女朋友小白已经连续骂了这只小黑猫整整6个小时。原来今早小白刚出家门就看见了不可描述的一幕，男朋友小灰自知理亏，只能远远望着趴在地上的小黑猫。然而小白并不打算放过他，用喵语不断质问着小黑为什么要勾引别人的男朋友。小黑有些吓到了，但他也知道正在气头上的小白惹不起，只好任由对方骂骂咧咧。对于脾气暴躁的小白来说，不动手已经是最大的仁慈。小白在气势和体型上都完胜小黑，小黑试图通过眼神扳回一局，可显然没有任何机会。小白居高临下的死亡凝视，让他已经四肢瘫软，但他还是非常讲道理的一只猫。尽管十分气愤，可他依旧保持淑女动口不动手的风度。也许是有些累了，小白坐着也要把道理讲清楚，而一旁的小黑仿佛是被点穴了一样，趴在地上丝毫不敢动弹半分。小白不断诉说着自己与小灰的爱情故事，他希望小黑能知难而退，并且告诫对方远离小灰。虽然这种横刀夺爱的行为在猫界见怪不怪，但自己是一只专情的母猫，所以必须按照他的规矩来。由于小灰始终没有回应，说着说着小白变得激动起来，非得要对方给自己个说法，甚至要求小黑来一场公平的决斗。面对来势汹汹的小白，小黑的小心脏都要跳出来了，可自己打又打不过，逃跑是注定要挨揍的。无奈的小黑只好乖乖地躺在地上。见小白马上要动手，小黑立刻表示自己知道错了。好家伙，原来小黑猫是个小家子，一身漂亮的黑丝配上温柔的喵声，也难怪小灰把持不住。此时小白已经完全拿捏了对方，小黑一边受训一边还要做出回应，但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其他选择。就这样，小白连续审问了小黑一上午，小灰就一直待在一旁默不作声。小黑不知哪句话惹到了女友小白，小白摆开架势要发动进攻，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小灰竟然为了小黑而对自己大打出手。此时场面一度混乱，小黑趁机溜走了，只留下一对支离破碎的情侣，他们彼此看着对方，仿佛又回忆起了过往的点滴。小白一边哽咽一边说道：“我就想找个一心一意对我好的，想当初你一穷二白的流浪街头，我不顾家人反对和你在一起，本以为年纪大点的会疼人，我就是觉得你能对我好，能一心一意的陪着我，到头来才发现我错了。原本以为生活已经够苦，
想不到还有爱情的苦等着我。此时他已经没了面对小黑时的嚣张，满腔的怒火也随之烟消云散。他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，望着失魂落魄的小白，小辉不停地安慰着他。可再多甜蜜的喵语也无法修复一颗破碎的心。此刻小白醒悟了，也释怀了，眼前熟悉的面庞此刻却如此的陌生。放过对方也放过自己，虽有万般不舍，但面对小辉的一再挽留，他最终选择了拒绝。又或许他们的缘分止于此。小辉转身望了一眼小白，可他的眼神坚定，仿佛在告诉小辉一切已经回不去了。早知今日何必当初。小辉迈着沉重的脚步继续朝前走去。也许他们不曾想过会有分手的一天。小白深情的回眸，却发现小辉也在望着自己，他们的眼神碰撞在了一起。但很快小辉就转过头，他克制自己不让眼泪流下，最后看了一眼曾经的爱人，他便转身离开了。此时凄凉的大街只剩下孤独的小白，希望小白能遇见生命中的那个他，同时也祝愿看到我视频的朋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缘分不易，且行且珍惜。我是小奶狗 respect。 天鹅一家停在了马路中央，不知是何原因，妻子说什么也不走了。小天鹅紧紧依偎在妈妈身边，而丈夫则是默默地守在一旁。好在一位交警紧急指挥交通，这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。可他们为什么会来到繁华的城市呢？原来1个月前，天鹅夫妇在芦苇地生下了蛋宝宝，妻子负责生产和孵化，丈夫则终日守在妻子身旁，因为他明白此时妻子最需要的是陪伴和守护。几天后，鹅妈妈一共产下9枚蛋宝宝，但距离小天鹅出生还有段时间。为了让孩子能顺利出生，此时天鹅妈妈每隔一会儿就要将蛋宝宝翻起来，然后趴在上面继续孵化。这样的动作每天要重复很多次。为了保证孩子的安全，天鹅妈妈每次的动作都非常小心，生怕影响到宝宝的出生。此时觉得母爱伟大的请扣666。天鹅爸爸这时会在周围巡视，将潜在的威胁全部赶走。不久后，第一只天鹅宝宝出生了，天鹅爸爸马上从外面赶了回来。此时他心里满是喜悦。几天后，小天鹅宝宝陆续破壳而出，他们紧紧依偎在妈妈身边，对外面世界充满了好奇。但天鹅妈妈的任务还没完成，她还需要将剩下的蛋全部孵化出来。在天鹅妈妈的精心孵化下，一个个毛茸茸的宝宝逐渐睁开了眼睛。天鹅妈妈会为刚出生的宝宝清理毛发，而丈夫就默默地守在一旁。刚出生的小天鹅十分乖巧，一步也不离开妈妈。经过半个月的孵化后，所有的小天鹅都钻出了蛋壳，唯独只剩下一颗蛋宝宝还没有动静。但没有哪个母亲会抛弃自己的孩子，于是她又开始继续孵化。天鹅爸爸则是在一旁耐心的等待。好在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最后一只天鹅宝宝也顺利出生。此时天鹅一家将要进行漫长的迁徙，但有几只小天鹅胆子非常小，始终不敢踏进水里。在妈妈不断的鼓励下，小天鹅这才慢慢跳下水面。随后一家人朝着湖中心游去，可还是有些胆小的宝宝不敢游泳，天鹅爸爸只能让他们骑在背上。小天鹅宝宝紧跟妈妈的步伐，爸爸则在后面确保没有孩子落下。可走着走着，天鹅妈妈居然将一家人带到了城市的街道上，这还真是一孕傻3年。此时他们也成了街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最后在一位老奶奶的帮助下，天鹅一家又重新返回了湖里。在水面畅游几小时后，天鹅一家又准备登陆了。妈妈走在前面引路，天鹅宝宝们迈着晃晃悠悠的步伐跟在母亲身后。父亲催促孩子们加快脚步，只有每只宝宝都上去，他才会登上岸边。为了孩子，父亲也是操碎了心。在母亲的带领下，一家人来到一处湖边街道。由于步行了很久，天鹅夫妇只好停下暂作休息。看见妈妈在梳理羽毛，小天鹅们也学起了妈妈的样子。原来天鹅这么小就学会臭美了。经过短暂的休息后，天鹅一家又开始启程了。小家伙们踉踉跄跄地跟在母亲身后，这样子简直萌化了。不久后，他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。妈妈一头扎进了水里，小天鹅们排着整齐的队伍也纷纷跳了下来。眼前的画面多么温馨和美好啊！愿人人都能善待生命，爱护生态，保护环境是我们共同的责任。一只松鼠拦住了小哥的去路，蹦蹦跳跳来到小哥面前。小哥放下一把松子，示意小松鼠快点吃。小松鼠也没客气，二话不说就津津有味地吃起来。看见小松鼠吃得这么陶醉，小哥便不再忍心打扰。几分钟后，小哥一回头，发现这家伙竟然追了上来。小哥瞬间有点慌了，他到底要干嘛呢？小松鼠蹦蹦跳跳地挡在了小哥前面，那呆萌的小表情似乎若有所求的样子。小哥也是懵了，第一次遇见这么胆大的松鼠，无论自己朝哪个方向走，小松鼠就是追着自己不放。没办法，小哥只好停下来暂作休息。只见小松鼠爬上小哥的背包，不断嗅来嗅去，似乎在很认真地寻找着什么东西。小哥猜想这家伙莫不是过来打劫的，于是小哥将全部的松子扔在了地上。果然，小松鼠一看见松子就冲了过去。你这家伙个头不大，还真是贪心啊！看来喂鸽子的计划彻底泡汤了。吃着吃着，小松鼠突然警觉起来，突如其来的一幕吓了小哥一跳。原来小松鼠是去把鸽子赶跑。确认四周安全后，小松鼠才跑回来继续品尝美味。小哥告诉松鼠，好东西要懂得分享才对。
小松鼠转头看向小哥，沉默不语，眼神中仿佛暗示小哥别多管闲事。接着又继续吃起来。此时觉得小松鼠可爱的扣666，小松鼠一边吃着一边警觉地观察四周，生怕有鸽子过来抢走它的松子。可鸽子似乎并不买账，三番五次地跑来探风，看样子是盯上这袋松子了。小松鼠不由得加快了干饭速度，心里很是担心鸽子会抢走自己的松子。不久后，附近的鸽群越聚越多，小松鼠有些慌了，思考着如何将松子转移到安全地带。可这么沉，自己明显拿不动啊！没办法，他只能再次出击，试图赶走它们。可鸽子依旧不肯离去，小松鼠赶紧又跑了回来。小哥告诉松鼠，这么多松子你又吃不完，不如分享一下给别人。小松鼠再次看向小哥，咀嚼正香的小嘴顿时停了下来，似乎很担心小哥将松子拿走。小哥摆了摆手，小松鼠这才继续吃起来。附近的鸽子走来走去，让松鼠时不时就得观察周围的情况。小哥也是被松鼠的样子都笑了。几天后，当小哥再次来到丛林，小松鼠从远处快速奔向小哥，小哥拿着榛果示意他上来吃，小松鼠也没客气，直接顺着小哥的大腿就爬了上去。都说松鼠胆子很小，可这家伙怎么一点也不害怕呢？最终小松鼠如愿以偿地吃到了榛果。小哥告诉松鼠慢点吃，不够这里还有。眼前人和动物相处的一幕多么温馨啊！从此以后，小哥每周会来探望小松鼠，并且每次都会为它带来礼物。小哥也成为了小松鼠的第一个人类朋友。万物皆有灵性，你的善举也许会带来生活中的意外惊喜。愿每个生命都能被温柔对待。